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充电器里的运放 LM358 电路。这个 LM358 的4角是接地，就是接我们这个输出的地，它的8角是接供电。这个供电呢是接在这个12伏上，是通过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二极管，然后这个电容滤波以后接到这个8角上。它的3角还有6角就是电流取样引脚输入，这一端是通过2个 1K 的电阻并联接在我们的电流取样电阻上，这个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我们看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大电阻，这个大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呢？实际上这个大电阻呢是给我们的单片机供电的，它的一端接在我们输出的正端，然后通过这个 6.2K 的电阻限流以后，经这个5伏的稳压管稳压以后，给我们这个单片机提供一个5伏。刚才说了，这个运放的3角和6角是电流取样，它的2角和5角呢，2角和5角分别受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以及单片机引脚控制得到的各自的基准电压，与3角和6角进行比较，分别控制相应的功能。它的1、2、3角是检测到我们电流取样电压以后，给单片机提供一个取样信号，从而使单片机进入充电状态。它的5、6、7引脚呢是给我们的光偶2角提供一个电压，进行电流的限制。也就是说，当后级电流过大的时候，它的7角就会输出低电位，从而使光偶的1、2角的电流变大，使内部发光管的发光量变强，进而使光偶4、3角内阻变小，使 UC3842 的1角电压降低，使它的输出占空比变窄，使后级输出电压降低，从而减小电流，达到了电流恒定的目的。接下来我们测量一下这个 LM358 各引脚的电压。首先我们把黑表笔放在电流取样电阻上，因为这是一个 D。 然后我们测量它的1角，在空载的状态下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看1角电压是负的 0.06， 2角电压是 0.05， 3角电压是0伏，因为后边没有负载。4角是0伏，是接地的。5角是 0.19， 要比2角的电压高一些。6角是0伏， 7角是 11.49 伏，它的8角是 12.65 伏。好，我大体画了一下它的电路图，这端是接电瓶的正极，这端是接电瓶的负极。当电瓶充电的时候，正电压通过正极电瓶负极隔离二极管，电流取样电阻入地，同时在电流取样电阻上得到电流取样电压，通过2个 1K 的电阻分别耦合到 LM358 的3角和 LM358 的6角。由于 LM358 的5角通过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得到一个基准电压，2角同样是通过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得到一个基准电压。这个电压呢是一个稳定的5伏，它是来自于我们输出端的正电压，通过 6.2K 的电阻限流，通过一个5伏稳压管稳压得到的一个5伏基准电压。这个5伏电压还给 MCU 的供电角供电。这样呢，由于它是分压电阻和限流电阻，所以就得到了一个基准的电压。我们刚才量过了，一个是 0.19 伏，一个是 0.02 伏，非常低的一个基准电压。这时当后级电流取样电阻上有电流流过的时候，就会产生压降，通过这儿加到3角和6角。当6角电压高于5角的时候，7角就输出低电位，加到光偶的2角上，使光偶内部发光管发光量增强，从而使3842的1角电压降低，使后级输出的电压降低，减小了电流。当6角电压低于5角电压的时候，它又是一个反过程，从而恒定了电流。这边1、2、3引脚呢，是当我们的
三角电压高于二角电压的时候，一角输出一个高电位加到 MCU 的引角，使 MCU 知道我们的电瓶接入了，有了充电电流，从而达到相应的状态。比如说给指示灯供电，从相应的引角输出电压，控制我们的五角电压变高一些或者是变低一些，使充电电流可控。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